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业内人士对杨紫的评价通常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她在选择电视剧剧本时越来越明智。她最近和即将推出的作品不仅考虑了剧本的质量和角色的塑造，还包括女性角色的表现和社会责任的考虑。在内容方面，《国色芳华》和《长相思》都非常独特，聚焦于女性的成长和自我崛起。想和你去吹吹风也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理想、爱情等关系中的全面选择和挑战，描绘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肖像。近年来，许多人注意到杨紫，因为她能够不断推出热门电视剧，从《欢乐颂》到《亲爱的》、《热爱的》，再到《长相思》，基本上她出现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极大的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她演技精湛且多样化。当然，演技无疑是杨紫获得诸多赞誉的重要方面。杨紫非常善于观察生活，能够诠释细腻的情感，并能带给观众共鸣。她灵活且宜人，常常能加入一些细腻的细节，用明亮和温暖的品质来塑造角色。然而，她频繁制作热门电视剧的另一个方面是她在选择电视剧剧本方面非常擅长，并且对自己有很高的标准。在选择电视剧剧本时，可以看出她不仅考虑角色的完成度和表演的挑战，还对制作团队和主题有要求。许多人说，演员应该敢于更多地挑战自己，这非常正确。但对于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演员来说，每一个选择也都会带来连锁反应，因此这应该更慎重地考虑。因为影响力意味着巨大的压力，你的选择会影响更多的人。杨紫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一个要求她在选择影视作品时也必须提升的水平。杨紫曾表示，她希望除了用影视作品展示她的表演能力和自我认知之外，还能展示女性的美丽，包括她们的成长和卓越，以及在成长和生活中的困难。她希望通过创造更多真实、可信的女性角色，能够照亮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同时陪伴和鼓励真实女性观众的成长。《猎毒》是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主角的华语商业电影之一，《欢乐颂》也是一部讲述一群女性的电影。想和你去吹吹风讲述了一群朋友的成长故事，女主角从童年到成年以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处境。《长相思》是一部罕见的以母女关系为中心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母亲和家庭的影响下，打破偏见和定义，追求自己生活的故事。这与正在完善中的《国色芳华》相符，是一个关于古代女性创业的故事。她面对封建社会的质疑和冷漠，走上了自己的事业之路。虽然有男主角的陪伴，但这也是一部以女性为核心的作品。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当杨紫在影视作品中担任女主角时，她会努力将社会责任反映到角色中。作为一名著名演员，在创造热门电视剧的同时，她也希望以自身为榜样，向女性观众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你不需要被社会定义，希望打破偏见，打破对女性的僵化和片面认知。在 S 看来，像杨紫这样的偶像是符合标准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地位和认识自己的价值。作为一名著名女演员，她还希望为社会和粉丝带来积极的观念。作为女性，你不需要遵循社会的偏见，你只需要做自己。她还希望通过观看她的电影，女性观众可以打破偏见，创造美好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女英雄。很多人认为杨紫对大女主剧很执着。事实上，相比于粉丝圈定义的大男主或大女主，杨紫从未在意这些。她永远追求的是在专业工作环境中创造更大的影响力。她想坚持肯定自己的职业态度是正确的。她也希望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年轻女演员，能够创造更多女性角色，可以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女性可以从内心感到幸福、完整，而不需要放弃或用另一种幸福来交换。下面 S 将摘录《长相思》中关于小妖一生的概述片段。她是神族，但也是一个女人。由于在生活中遇到无数的变故和挫折，她不再拥有超凡的力量或轻易获得她所希望的东西。
她也以一个女人的身份，一步一步地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幸福。没有怨恨，没有责怪，没有敌意，只有一颗女性的心，坚持追求自己的原则。有很多人认为，当白玉兰奖公布杨紫入围决选时，会有一波对组委会和杨紫的攻击浪潮。但是4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博主们猜测，这是因为杨紫现在的团队非常强大，能够控制舆论。事实上，杨紫团队的领导者就是杨紫本人，而杨紫当然非常强大。控制舆论的关键在于杨紫的演技已经非常出色，足以说服大家她有资格竞争奖项。长期关注我的读者都知道，我是一个谦虚的人，很少吹捧偶像，也很少陷入争议。然而，这次我率先表态，绝对相信杨紫的能力符合奖项的标准。这并不存在所谓的凑热闹。你要知道，从初选到扩展名单，再到前5名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即使你没有幸运获奖，也有提名证书。因此，这里不存在什么陪跑的说法。谁是陪跑是他们的事，杨紫是值得的，小妖是值得的。近年来，古装剧很少有机会进入决赛圈，尤其是网剧更是少有提名机会。杨紫能进入前5名，是业内对她绝对职业能力的认可，证明了她这些年的努力是正确的。当别人用固定的配音演员为他们的古装剧配音时，杨紫坚持自己配音，直接录音，现场配音。正是因为早期的坚持，每一帧电影里都充满了杨紫的情感和她独特的色彩。现在杨紫每天仍在努力工作，她热爱这份工作，也希望通过好的作品回报观众。不管那些闲着没事干嚼瓜子忘记吐皮的人怎么说，小演员杨紫已经成为了大杨紫。杨紫走到今天，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杨紫的粉丝非常尊重偶像，他们对她充满信任和忍耐。如果杨紫的粉丝真的较真，那么《沉香如屑》就不会这么平静地播出了。剧中严淡的人物设定被改了很多，戏份也被大幅削减，女主戏份被剪来捧别人。有很多人真的忘记了，在《沉香如屑》之前，他们偶像的代言从未超过大使级别。因为与杨紫的合作，他们才获得了更高的商业价值。但杨紫的粉丝真的没有计较，所以他们只是不做数据而已，并没有争权夺利。对很多人来说，《沉香如屑》对杨紫没有任何帮助，但在我看来，这让杨紫变得更加坚强。首先，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接拍的戏，她都全心全意地去演。杨紫所说的敬爱演戏、专注演戏，她完全做到了。因此，无论杨紫以后接什么戏，我都会充满期待地支持她。一个如此用心的演员，不管压力多大，都不会让观众忍受一个糟糕的角色。有很多人脱粉回踩杨紫，因为她把《沉香如屑》放进了个人档案中的名作列表。当然，如果是我也会像杨紫一样清楚地记录下来。没有任何一部是浪费的。杨紫记录的是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心尽力。为什么要在个人档案中删除她呢？你还记得那个在夜里被夺走角色的小女孩杨紫吗？她也无法主动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角色，全靠运气被选中。是什么让杨紫从一个被动的选择变成了主动的合作？认真、努力并真正积极地追求艺术梦想就是密码钥匙。学习正规的演员课程，奋斗了20多年，坚持一个梦想。从成长到登顶，每一步都走得稳扎稳打。对于演员这2个字，他从未感到羞愧。对杨紫来说，别人越是说你不能，他就越想做到最好，证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的决心。如果你们问我，追随杨紫这个偶像应该学到什么？我的答案是，学习她的坚韧。外表亲切开朗，但内心坚强，眼光远大。艰苦奋斗不只是一朝一夕，而是始终保持快乐和乐观。从被动到主动不仅仅靠运气，而是一个持续奋斗的过程。追随杨紫的你们，也要像她一样，积极向阳而生。对于负面新闻，要自己消化，并找到文明的解决办法。我们一起走向阳光，不要站在他人的阴影下被操控视野。作为杨紫的粉丝，本该同进共退。
我希望每一个杨紫的粉丝每天都能自信和成长，不仅是因为追星的快乐，更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播种语言，收获行动；播种行动，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像日葵一样追逐纯净的阳光，心平气和，沉静内敛，没有类型概念，不被转型的困境困住，不追随古装剧不需要演技的思维。实际收视率 CMS、CVB 齐全，豆瓣高分在手，网络播放量平台顶级，年关有，个人指数记录也有。从事艺术需要个性和思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天在做什么，你永远只会是一个有2个大鼻孔的演技工匠。从小到大，杨紫跟随剧组从历史大制作、正剧、家庭剧、抗战剧、时代剧等一路走来。她非常清楚，唯一能立足的就是实力，不依赖题材，不依靠题材。一旦你走进观众的心里，你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不靠出身童星名气，正规演员，不依附流量，不追随虚幻的潮流，不被粉丝左右，不被黑粉 PUA。杨紫是一个坚定的女演员，她的事业始终由她自己决定。在白玉兰奖认可她之前，他们说杨紫的片子都不看；在白玉兰奖提名她之后，他们说杨紫的演技有什么突破。他们什么时候看过杨紫的片子？我们需要在意和听他们的胡言乱语吗？对于这些评论，只能证明他们的本质是虚伪和欺骗。杨紫能走到今天，仅仅演技好是不够的，仅仅人品好也是不够的，每一个选择都必须做对，即使在最低谷，她也要有决心向前迈进。所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摘自《人物》杂志2024年1月封面专访2023年度面孔，采访著名制作人侯洪亮谈杨紫。很多人认为仙侠剧容易演，对像杨紫这样的演员来说是降低目标。但实际上，仙侠剧需要面对绿幕培养情感，需要超现实的展现剧情，背诵难记的台词，还要演得可信，反而更难。但他有天赋，也非常努力。刚入行时，他被教导要自然的表演。我要演一个普通人，仙侠剧中的角色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事实上，杨紫也坦率地分享到，我经常看到观众和大家说，为什么你不接这种角色，为什么不接那种角色？因为市场上的剧本其实就只有那些。我们不是编剧，我们不能说我们决定要演什么就会有什么。我只能说，在现有的剧本中，我选择一个最好的去演。正因为现实比观众想象的更残酷，杨紫对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用心。但我们也要理解，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得到充分回报。在一个这么大的团队中，如果你控制不好，很容易被拖后腿。这些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剧成功了，很多人跑出来分功劳，贪心的想把女主角的功劳抹去，或者剧效果不如预期，大家不声不响地走开，让女主角承担所有的责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多只看到杨紫沉默，继续更加努力的工作，因为最终的结果才是最大的回应。然而这种情况下还有一种奇妙之处，那就是观众对杨紫的看法渐渐有所改变。杨紫能够凭借小妖一角进入第29届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并不令人惊讶。大家可能都知道，白玉兰奖追求演技的突破，而杨紫在《长相思》中的表现正是这种突破的体现。为什么小妖能够获得提名？在清水镇这个三国交界的小镇上，有一个中年男人，他已经搬来这里20多年了，靠卖药为生。他收养了3个男人，并照顾他们，其中一个是厌恶打斗的老兵，另外2个是孤儿。他穿着邋遢，除了治疗不孕不育外，他非常懒惰，行为随便。他外表胆小怕事，内心却坚韧深沉。请问这样的描述，女演员杨紫怎么演？只有一个词：顶级。不是什么伪装。杨紫让观众对清水镇的文小六非常满意，她的表演极具吸引力，是吸引观众继续观看的关键。她是在人间漂泊的公主，她是个孤儿。她的父亲是神异的英雄，她的母亲是西岩的英雄。他们是战场上的敌人，但也是一对恋人。
他们为了保护各自的祖国，最终同归于尽。她成了孤儿，她有家不敢回，有亲人不敢认。在人间的300年苦难中，她忘记了自己是女人，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面貌。她像一个狡猾的邋遢男人一样生活。然后她回到了高贵的身份，被卷入了三国的权力斗争中。她为了哥哥枪旋的事业，利用所有关系帮助他登上王位。爱情是他渴望的，但他不会让所爱的人成为哥哥登基的障碍。对他来说，亲情和自尊高于一切。他因为与相柳的友情而同情那些没有祖国、没有人支持的战士。他因为一时的怜悯，随手带回了一个合适的情人。他全心全意地培养这段爱情，但当发现被背叛时，他也果断地分手。他用宽容的态度保护那些可怜的人，他用坚定的态度履行作为大王姬的职责。握得住，也放得开。当他知道自己被抛弃时，他果断放手。面对这样的角色，杨紫是如何演绎的？只有一个词：顶级。还有谁比小妖更温柔？还有谁比小妖更细心？还有谁比小妖更坚韧？还有谁比小妖更骄傲？在39集的剧集中，杨紫带来了一场节奏稳健、表演细腻、台词功力深厚、完全突破的表演。对我来说，杨紫进入提名名单是非常正确的。谁不服？不管他们。谁说角色没什么浅薄？谁说他是在陪跑白玉兰奖？不关心。祝贺杨紫，所有认真的努力都值得今天的成就。杨紫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